不知道大家在看抗战影视剧或者是翻阅史料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一个极其诡异的现象？在1941年江西北部的上高战场上，阻击日军最前线的第57师师长余承万，领口挂着2颗金星；坐镇后方指挥的74军军长王耀武，领口也挂着2颗金星，甚至连统帅几十万大军的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，领口竟然还是2颗金星，这就奇了怪了。师长、军长、总司令，这职级差了10万8千里，怎么放眼望去全是2星中将？普通士兵冲锋的时候，回头一看，好家伙，根本分不清谁才是真正的大将军。更离谱的是，像杜聿明这种在昆仑关打出国威，在东北战场叱咤风云的名将，到头来也就是个中将；而那些在后方养老，甚至早就没了兵权的老军阀，却个个挂着1级上将、2级上将的衔头。这到底是国民党的军衔系统乱了套，还是老蒋在玩什么高深的权术游戏？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这遍地中将背后的荒诞与辛酸。大家也不妨猜一猜，当时国军中含金量最高的军衔到底是哪一级？是那一言九鼎的特级上将，还是那遥不可及的1级上将？别急，故事的开头得从1935年那个充满希望也暗藏杀机的春天说起。1935年4月2日，南京的国民政府颁布了一道极其严肃的命令，这道命令正式拉开了国民党军队欠续军衔的序幕。在那之前，国军的军衔可以说是乱得像一锅粥，只要是个军阀，手底下有几千条枪，就敢给自己封个上将。老蒋看着这满大街的上将，心里估计也是五味杂陈，这哪是军队，分明就是菜市场的白菜。为了确立中央政府的法统权威，老蒋决定搞一套最严格的全序制度。而所谓的全序，就是由专门的剧序厅按资历、学历、战功一项一项扣出来的正式军衔。首先，老蒋决定特级上将这把交椅，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做，那就是他自己。这相当于大元帅，以彰显他在北伐后定下的至尊地位。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1级上将，这在国军体系里简直是凤毛麟角。1935年4月3日，首批名单正式公布，陆军8人，海军1人。这9位是谁呢？大家听好了，个个都是民国史上的泰山北斗：山西王阎锡山、西北军领袖冯玉祥、东北少帅张学良，还有参谋总长何应钦、桂系首领李宗仁，再加上朱培德、唐生智、陈济棠，以及同年9月授予的海军1级上将陈绍宽。大家发现没有？这名单里除了何应钦和朱培德是老蒋的嫡系，其他人全是各路山头的大佬。看明白没？这1级上将的位置不是靠打仗打出来的，而是靠政治谈出来的。他是老蒋为了让这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军阀厅指挥，必须给人家最高的荣誉。1级上将是终身役，除非自己请辞，否则这坑位就一直占着。但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，即后辈想上位，只能等前面的人腾位置。这对于黄埔系的将领来说，这哪里是军队升迁，简直是像在火车站等那辆永远不进站的班车。而2级上将名额也被老蒋严格控制在20个左右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当时黄埔一期的精英们正值壮年，战功积累的飞快，可他们抬头一看，下方的天花板被一帮老军阀死死压着，杜聿明、王耀武、薛岳、陈诚，这些后来的抗日名将，在1935年连个2级上将的边都摸不到。那时候的陈诚和薛岳资历再深，也只能在中将这个档次里打转。这种排资论辈的僵化体制，为后来的军衔乱象埋下了第一颗地雷。但是老蒋万万没想到，仅仅2年后，一场全面战争的爆发，让这颗地雷直接炸开了花。原本严密专业的全序体系，在日军的炮火下，迅速变成了另一副模样。1937年，淞沪会战的硝烟弥漫了整个远东。就在国军将士在罗店、在4行仓库与日军拼命的时候，老蒋下了一道令人费解的通令，内容很简单，就是在抗战期间全面停止全序军衔的正式晋升。大家听听，这合适吗？前方将士在流血牺牲，你却把人家正式升官的梯子给撤了。至于原因，
老蒋对外说，战时考核太繁琐，大家应该以打仗为第一要务。但这背后的心事，让老哥我不得不说一句：深不可测。因为一旦停止晋升，那所有的军衔变动就不再需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任官状，只需要老蒋这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签一张职务任职令就行了。这意味着老蒋手里的权力从此不再受法律流程和监序条例的制约，他看谁顺眼，大笔一挥就能让你当中将军长或者中将总司令。于是国军内部正式开启了双轨制的魔幻时代，即一种是全序军衔，那是你的档案等级，是国家认可的印在骨子里的硬通货；另一种是职务军衔，那是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临时给你别上的2颗星。这就像是体制内的档案工资和岗位津贴，档案工资按资历来，数额很低，涨得极慢；实发工资按位置来，看着光鲜，但随时可能被拿掉。这就是为什么王耀武在抗战最激烈的几年，档案里只是个陆军少将，但他却因指挥老蒋王牌的74师挂上了中将领章，这叫中将军长，是职务军衔。当然，要是哪天你要是不当军长了，这2颗星就得摘下来。这在当时有个非常讽刺的谐音梗，正式全序的中将，大家私下叫真中将，而老蒋大笔一挥临时批的加中将衔，被大家戏称为假中将。而杜聿明呢，他也是这种情况。他虽然是第5军军长，后来又是集团军副总司令、总司令，但在全序厅的档案里，他的正式军衔晋升的慢如蜗牛。其他还有胡琏、张灵甫等等。大家想一想，一个在战场上指挥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高级将领，他的正式身份竟然跟自己手下的旅长甚至团长拉不开档次，这些将军心里能舒服吗？当初在长沙会战中，薛岳是当时的2级上将，这没问题，他是大佬，但他手下的兵团司令、集团军总司令、军长、清一色全是2颗星。开会的时候一眼望去满屋子中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开同学会。更绝的是，老蒋为了拉拢那些杂牌军，比如川军、滇军，他可以随手甩出一大堆中将的职务委任状。反正职务军衔不占国家正式名额，不需要财政部按上将待遇发薪，但这种空头支票发多了，中将这个衔也就慢慢变得不值钱了。据统计，到抗战末期，挂着2颗星的中将竟然多达900多人。而这900人里，真正的档案里也写着陆军中将的，连1/8都不到。你们说，这种中将遍地走的局面，对基层士兵的士气真的没有影响吗？如果军衔不再是荣誉的象征，而变成了老蒋手中的筹码，那这支军队的信仰还能撑多久？而且这种混乱还带来了一个更严重的后果，那就是编制的疯狂扩张。如果说军衔的双轨制是制度上的混乱，那部队编制的注水完全就是老蒋在自毁长城，让国军战斗力直线下降。在1937年之前，国军的编制虽然不够先进，但起码是严谨的。一个步兵师那是实打实的1万多人，火力和人员都有定数。但战争打响后，为了弥补巨大的战损，老蒋开始玩虚张声势的游戏，他不是想着如何完善补充兵制度，把老部队补满，而是不断地成立新编师、战编师、预备师，以此来向国内外展示中国还有几百个师。据资料显示，国军当时原本180万人的部队，打到1944年，番号竟然扩张到了600万人，120个军，354个师。大家听听这数字，感觉国军比当时的苏军还要雄壮。可实际情况呢？很多师名义上是1万人，实际能拉出来打仗的也就4-5千人。像郭汝瑰将军回忆，他当战编第5师师长时，核查全师兵员竟然不足5000人。但编制在那儿啊，只要是个师，师长就得挂中将职务衔；只要是个军，军长也得挂中将职务衔。这就导致中将这个级别的岗位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。更荒诞的是，为了安置那些丢了部队或者从后方撤下来的军官，老蒋成立了无数的行营战区、警备总部、参议室。这些机构里，什么副司令长官、高级参议、参谋长多如牛毛。
为了面子，这些职位通通都得给中将衔。这真应了那句水浅王八多。大家领着同样2颗星，但在战场上的权重却天差地远，这就出现了我们开头说的那个场景：指挥着嫡系王牌在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王耀武，是中将坐在大后方喝茶看报，一个兵都没有的高级参议，也是中将这种劳逸不均的荣誉分配，让一线将领心凉了一大截。最惨的莫过只像廖耀湘这样的黄埔6、7生。廖耀湘是谁？那是国军中少有的洋派名将，拿过法国圣谢尔军校的奖章。他在缅北战场打得日军满地找牙，带着新六军威震天下。可就在他担任第9兵团司令，手握10几万精锐的时候，他在全序厅的正式军衔，竟然只是一个陆军少将。虽然他领口别着中将的职务星，但在讲究资历论资排辈的国军圈子里，这种少将兵团司令指挥一群中将军长的职级错位，让战场指挥充满了尴尬。老蒋甚至还以此为借口，告诫这些黄埔后辈：你们跟国外将领比，学问还差得远，所以军衔暂时不能给太高。这话听在将士们耳朵里，那得有多扎心？战功是实的，子弹是实的，唯独这肩膀上的荣誉是虚的。而与此同时，老蒋对军队退役制度的漠视，让这个本就臃肿的中将群体彻底失去了代谢功能。当时规定，中将要到65岁才退休，少将要到60岁。大家想一想，一个60多岁的老将军还能骑马打仗吗？站着茅坑不拉屎的情况遍地都是。年轻人上不来，老年人不肯走，这潭水终究是成了死水。大家试想一下，当一个兵团司令发现自己拼死拼活得到的星星，还不如人家在南京跑跑关系，在行营里喝喝茶得来的容易，他还会在那绝望的战场上为那个统帅部流尽最后一滴血吗？这种制度性的内耗，在即将到来的决战中发挥了致命的副作用。讲到这里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你是当年的杜聿明，或者是王耀武，看着自己一身戎装，却在正式军衔上被那些不打仗的老军阀压得抬不回头，你心里会想什么？是会觉得精忠报国大于一切，还是会觉得这个体制已经烂透了？其实国民党军衔制度的悲剧，正是老蒋治军失败的一个缩影。他从来没有把军衔当成军人的最高荣誉，而是把它当成了一种可以随意发放、随意收回，甚至可以拿来做交易的政治代币。在他眼里，给一个杂牌军头领中将衔，能换来人家暂时的服从；给一个嫡系将领低军衔高职务，能确保人家对他的绝对依赖。这不是在建军，这是在玩权力平衡。可他忘了，现代军事制度是讲究指挥权威与制度纯粹性的，军衔的本质应该是跟指挥权限、部队编制死死绑定在一起的法律凭证。而国军的中将，到了解放战争后期，多到连俘虏营都快坐不下了。1948年的淮海战场，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兵团决战，当杜聿明、邱清泉、黄百韬这些名将在陈官庄一带做最后挣扎时，他们肩膀上的2颗星已经不再能照亮前方的路，反而像是一种讽刺。杜聿明是中将，邱清泉是中将，胡琏是中将，黄维也是中将。一屋子中将围着地图，却发现谁也调不动谁，谁也不服谁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正式军衔拉不开档次，职务军衔又全都是老蒋临时签发的委任状，大家都是假中将，凭什么我要听你的？这种指挥体系的混乱，直接导致了战术配合的脱节。在最关键的时刻，邱清泉可以因为私心不去救黄百韬，胡琏可以在关键时刻飞走，留下10万大军群龙无首。老蒋原本想用权术稳住的军队，最终却因为权术导致的制度崩塌而彻底溃散。反观当时的解放军，虽然还没有实行军衔制，但人家的职务权限、指挥体系是极其严整，绝对纯粹的野战军司令就是司令，纵队司令就是纵队司令，指挥权威不容置疑。1955年解放军在授衔时，全军500万部队，最后授予的中将仅有177名。这就是制度的纯粹性战胜了权术的混乱。1949年后迁往台湾的国军痛定思痛，彻底废除了这种荒谬的双轨制，裁撤了冗余的中将名额，缩减了退休年龄，军衔才算回归了荣誉的本质。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，
为什么名将一大堆，上将却寥寥无几？那是因为老蒋把上将的位置留给了政治博弈，把中将的星星发给了权术算计。他赢了权术的博弈，却输掉了军人的心，也输掉了整个制度的威严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军衔从来不应该是权力的附属品，它是国家给予军人的最高荣誉，是军人用鲜血和战功换来的认可。那些在抗战中英勇抗敌，最后却在直击泥潭里打转的将领，他们的悲剧不仅是2颗星与3颗星的差距，而是那个时代没能给予这些纯粹的职业军人应有的尊重与法治保障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大家对这段假中将的历史有什么独到的看法？或者你觉得哪位国军将领最应该被授予上将衔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我们一起探讨，下期不见不散。